小儿，为师大限到了。师傅，您别说话，我这就下山给您请大夫。不必了，咱们宗门欠着山下一屋30两银子，他们放话再敢上门，就先割了为师的腰子抵债。那您还是接着交代遗言吧。此乃我无名剑宗传承1000年的正宗剑典，当年祖师正是凭此剑法纵横天下，剑压群雄，才创下我无名宗万世基业。难道是传说中的无敌剑诀？不错，此诀之名，人至剑则无敌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字写错了，是宝剑的剑，不是不要脸的剑啊！别咬了，这是祖师亲笔。祖师是个文盲，你们就跟着错了1000年。记住，把宗门发扬光。师傅，师傅您别死啊！你一走，门外那187个债主谁来应付？欠债还钱，拆了无名剑宗！人家穿越不是圣子就是神帝，我传来3年，师傅穷死了，宗门马上也要被拆了。检测到宿主正式继承无名剑尊，符合企业法人资格。诸天最强 BOSS 系统绑定中。系统，我也有系统啦！本系统致力于助宿主成为诸天最强老板。规则：但凡有人自愿与宿主签订劳动合同，入职效力，其修为每提升1分，宿主即获100倍增幅。你是说，员工越强，我就越强？回答正确，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顶级大地修为体验卡1张，体验时长3分钟。3分钟，我上个茅房都不够啊！友情提示：体验卡一经激活，中途不可暂停。行，先不管了，把门外那群债主摆平再说。抱歉，债务纠纷属劳资经营范畴，本系统不提供暴力清债服务。你这破系统还挺守法。3分钟的大地，0个员工，1群债主，我楚萧的修仙第1天就这么开始了。楚萧，你师父欠老子3头猪的钱，今天不还，老子就把你这破庙改成养猪场！王老板，冷静！欠钱的是上一任法人，这公司我今晚才刚接手。什么？法人？这么说吧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你钱，你找谁？你师父都死了，老子上哪儿找去？找阎王啊！尸体还热乎，要不您现在进去问问？少跟老子耍嘴皮子，弟兄们，给我拆！不是哥哥，别管我了，他们要的是我这身先天剑骨，你快走啊！要走一起走，我叶无尘绝不把你交给血剑门。叶无尘，丹田都被废了，还有心思逞英雄救美？我家少坟主看中这丫头的先天剑骨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难道今日我们真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一个万古剑帝转世，一个先天无垢剑骨，
这哪是什么落难小情侣？这分明是公司上市前的2只原始股啊！检测到2名顶级人才，建议宿主即刻完成招聘。哪来的叫花子？滚！等会儿，签了这份合同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俩的命，我楚萧保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在我血剑门面前抢人！无名剑宗员工入职协议，什么叫劳动合同？就是从今往后，你们替我打工，我给你们提供修炼平台、晋升通道，外加有限度的人身安全保障。公司初创期，你负责安保，他负责前台，后期看业绩再调岗。前台是做什么的？就是有人来砸门时，你先问他预约了吗？加入你这宗门，真能活命？岂止能活，只要好好干，将来还有五险一金。何谓五险一金？5种危险我来扛，一定金子年底发。警告：虚假承诺涉嫌违反系统用工规范。闭嘴！创业初就气画2张饼怎么了？小子，你敢当着我血剑门的面挖人？这怎么能叫挖？这叫双向选择，人才自由流动。我留你大爷！系统，大地体验卡启动。顶级大地修为体验卡已激活，剩余时间2分59秒。徒手夹住我的血煞剑气！我操，这就是大地修为！我现在感觉自己一泡尿能浇灭一座火山。剩余时间2分45秒。连老子的祖传杀猪刀都在给他叩头！大帝，你是大帝！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敢招他们俩了吧？前辈饶命！晚辈有眼无珠，不知是您看中的人。职场上最忌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晚辈不知。恶意挖人。前辈饶命！滚回去告诉你们门主，这2个人从今天起是我无名剑宗的正式员工，谁敢动我的员工，我就灭了谁的宗门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前辈有此通天修为，为何还看得上我们2个废人？因为我从不看员工的过去，只看他能不能给老板创造价值。你这身破碎的丹田，我替你重塑。只要你能救无尘哥哥，我愿为你做任何事。恭喜宿主成功招聘员工程2，叶无尘、苏流正式入职。温馨提示：大地修为体验卡剩余时间10秒。9、8、7。何方狂徒，竟敢伤我血剑门弟子！是血剑门门主，血无涯的投影，见尊敬的强者。3、2、1，大地修为体验卡使用结束。不是吧？体验卡前脚刚过期，售后后脚就找上门了。我现在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炼气系废物啊！今日本座便要血洗你这无名宗宗，鸡犬不留！分身？
我说怎么这么弱？刚才那一指，我不过使了亿万分之一的力气，一时手滑，顺手削平了7座山。回去告诉你本体，洗干净脖子，亲自分身就别派了。哼，丢人！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检测到宿主面临剑尊级生命威胁，发放新手剑宗礼包，初级护宗剑阵一舵。蓄能期间，请宿主自行拖延时间。你血剑门执事无故上门，扰乱我宗门正常经营，赔3000灵石，惊吓我2名新入职员工，精神损失费2000。你这张脸挡了我宗门的风水，再加1000。混账东西，你敢勒索我？剑阵成了，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殿大欺客！不可能，这是上古护宗剑阵。温馨提示：初级护宗剑阵能量已耗尽，剩余可激发次数1次。补充提示：宿主真实修为炼气期1层。就剩1次了。也对，我自己废没关系。我手底下这俩，一个剑帝转世，一个先天剑骨，只要让他们玩命变强，我这个当老板的不就跟着鸡犬升天了？宗主，这些是什么阵法符箓？这不是符箓，是你们入职的必备流程。昨日那2张以血为印的契约，我等不是已经签过了？那叫劳动合同，解决的是你归不归我管；这叫入职材料，解决的是你往后怎么个被我管法，两码事。来，第一份入职到地表，姓名、籍贯、紧急联系人都填一下。紧急联系人？就是你万一出了事，宗门该通知谁？这栏可填可不填。下一份，这份最重要，保密协议。入职之后，宗门内部的一切信息，尤其是关于我的，不得向任何外人透露。宗主一身通天修为，光明磊落，有何需要保密？需要保密的可太多了，比如我现在其实是个炼气期废物这件事。这种事得防患于未然。正好，岗位也定一下。叶无尘，你任安保部主管；苏辽，你任前台，顺便把宗门的账目也接管起来。前台我能行吗？能，你看着就比他像个管钱的。宗主，你救我2人重恩在前，可有一事我必须说清：我的丹田早已被学剑门生生击碎，如今的我修为剑师，连个最普通的剑徒都不如，根本护不住宗门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叶无尘，你以前是不是天才重要啊？不重要。我这儿招人，不看出身，不看资历，只看一件事：你这个人还有没有价值？丹田碎了，那就修。在我无名剑宗，没有废物员工，只有还没修好的资产。系统，新手招聘任务的奖励，我要兑换能重塑丹田的丹药。检测到宿主达成新手招聘任务，发放奖励 ，BOSS 点乘500，以匹配初级丹田重塑丹，消耗 BOSS 点乘500，是否兑换？对，玄花光也对。吃了它，把身体给我养好，这是你入职的第一个 KPI。宗主，您为了我一个废人，竟用如此珍贵的丹药。废什么废？你现在是我花了重金的固动资产，你要是敢废，那是我亏，不是你亏。快吃！丁，员工叶无尘成功重塑丹田，突破至剑途境，触发宿主100倍反馈。反馈结算完毕，宿主修为自炼气境1层直升剑师境。宗主只是坐在原地，
修为竟凭空暴涨了这么多。我啥也没干，就坐这儿喝了口茶。叶无尘突破了一下，我自己蹭连跳了好几个境界。我悟了，元功才是我最大的修炼资源啊！他们越强，我就越强。无尘啊，趁热打铁，再给我突破一个。宗主，属下无能，丹田初愈，根基不稳。若要再进一步，需以海量灵石温养经脉，否则强行冲境，恐有走火入魔之险。灵石嘛，小事儿。苏良，宗门账上还有多少灵石？全给安保部批了。怎么了？账上到底有多少？1万还是2万？宗主，账上不但1颗灵石都没有，咱们无名剑宗还倒欠着外面3000灵石的债。3000灵石的债，感情我这家公司不光没有现金流，还资不符债，已经技术性破产了。楚宗主是吧？你那死鬼师傅生前在我醉仙医馆，连同北荒各家前后欠下3000灵石，3日为限，还不上。这地皮、山头，连同你这俩弟子，统统归我醉仙医馆抵账。赵管事，这位爷惹不得啊！前几日那血剑门门主的分身都被他一派胡言！哼，一个穷的叮当响，马上就要被查封的破落宗门，还能有什么通天人物？几个看门护院，我一只手就能摁趴下。可问题是，把他们打趴下，这3000灵石的窟窿就能填上了。3日是吧？行，我记下了。叶无尘、苏灵，回去通知所有人。不对，咱们宗门统共就3个人，那就无名剑宗第1次全员大会，现在立刻召开。无名剑宗第1次全员大会正式开始，议题只有一个：3日之内如何还清3000灵石？大家畅所欲言。宗主，我建议节流，伙食费从1天2顿改成1顿。苏黎啊，咱们拢共就3人，1天本来也就吃1顿，你这再省就得改成隔天吃了。宗主，属下有一策。血剑门富可敌国，属下愿带队夜袭，3000灵石债务一夜可清。无尘啊，血剑门门主是剑尊，你现在是剑徒，这是去送人头，不是去抢钱。这种把员工往火坑里推的方案，我做不出来。节流不顶用，那就开源。师傅统共就给我留了这么一件像样的资产，系统亲口认定的剑道真意。随便卖卖，3000灵石不就有了？人至剑则无敌，我当是什么正宗剑典？古关是街边卖大力丸的秘方。小哥，你这碰瓷儿都冲到剑修头上来了。我还指望卖了它凑够3000灵石呢。唉。结果30灵石都没人接，这世上最难做的生意，要卖剑谱。有点意思，这剑意藏得够深呐。老人家好眼力，这可是剑道至宝，只要300灵石。灵石？老头子一个子儿没有。就这一壶女儿红换你这本破书，干不干？成交。书您拿好。丁，
检测到目标人物，姓名黄九剑，当前状态经脉尽封，伪装凡人，真实资质九节剑圣。九节剑圣，那个用一壶酒换走我破书的糟老头子，是个剑圣。老人家，您留步，咱们聊聊人生理想、工作，了解一下。老人家，我看您骨骼清奇，气度不凡，乃万中无一的人才。我诚挚邀请您加入我无名剑宗。不去，老头子腿脚不利索，干不动活儿。我的剑圣，等他哪天一突破，那反馈还不得把我送上天？今天就算我跪下，也得把他签了。老人家，我看您爱喝两口，巧了，我们宗门管酒。管酒？管，顿顿管够。岗位给您安排全宗门最轻松的保洁部主管，就扫地，包吃包住包酒。扫地还包酒？行吧，看你这小子有点意思，老头子就赏你个脸。叮，恭喜宿主成功招聘员工黄九剑，岗位保洁部主管。喏，破书还你。这剑衣老头子看不上，倒是你小子留着，没准儿用得上。到手了，一个剑圣到手了，我无名剑宗这就鸟枪换炮，就等这位爷给我贡献反馈，送我原地起飞了。系统，我招的剑圣呢？反馈呢？我的反馈呢？员工黄九剑今日工作时长0，有效劳动成果0，判定未进行任何有效工作，不触发任何反馈。我懂了，感情这系统根本不是招到剑圣就变强，而是剑圣给我干活我才变强。从今天起，引入绩效考核。黄主管，你的指标很简单，把宗门里里外外扫干净。扫不动，老头子腰不好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考核不合格的，扣月钱，停酒。一片片扫，扫到入土都扫不完。为了那口酒，也真是难为我了。罢了，速战速决。干净了，回去喝酒。检测到员工黄九剑完成本职工作，清扫宗门，判定有效劳动，发放工作反馈 ，BOSS 点乘200。唉，总算给老子干了回活，可这哪是扫地，这分明是拆迁。妖孽啊！无名剑宗宗连扫地的都能一剑卷飞我们，这宗门惹不得啊！连扫地工都这么恐怖，那这无名宗宗里头岂不是藏龙卧虎，深不可测？在下天灵根曾在清风剑派修行3年，剑法已至剑士中期，来你这小宗门属实屈才了。天灵根是吧？行，了解。期望薪资多少？能接受加班吗？加班？修仙还要加班？灵根再高，不能给公司创造价值也是零。我要的是能干活、能赚钱、能扛事的打工人。这位老板，听说您这招人包吃包住，我也想谋个差事。叮，检测到目标人物，姓名钱多多，
真实身份：万宝商会失踪少主，真实资质：财神贱卖。财神贱卖，我正愁还不上那3000灵石呢，您就给我送来一尊财神。姑娘，看你这面相，是个有福气的。我宗门新设一个市场部，主管的位子给你留着。市场部主管，这么大的官儿，那个有没有提成？年底有没有分红？有提成，有分红，只要你能给宗门赚钱，赚的越多，你拿的越多。成交，老板您敞亮，我签了。负债3000灵石，就指着卖剑谱办培训来还债。老板恕我直言，您这步子迈得太小了。哦，财神有何高见？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贱卖。想还债，第一步不是省钱，也不是急着出货，而是先把咱们这破宗门包装成一个谁都高攀不起的名门。包装、品牌定价、饥饿营销，这哪是财神贱卖，分明是个被埋没的营销鬼才。说得好，钱主管，我宣布无名剑宗品牌升级项目正式立项。这漏雨大殿不叫漏，叫开放式修炼空间。抬头见星辰，下雨沐浴天地灵露，多少名门求都求不来的天人合一之境。那排破宿舍叫亲近自然的剑修洞府，什么资源都没有，叫逆境磨砺精英教育路线。漏雨叫天人合一，穷叫精英教育，这张嘴化腐朽为神奇。我混迹商场多年，今天真服了。我无名剑宗藏龙卧虎，连扫地的都是绝世高手。特开剑法精修班，名额仅30个，先到先得，错过再等10年。我摆摊卖剑谱30连石没人要，他这一包装，名额还被抢疯了。这就是品牌的力量。啊，这上面写的都什么？敌强我跑，敌弱我装。打不过就地一躺，这分明是地痞流氓的打架秘籍吧？什么破宗门，什么独门剑法，分明就是骗钱的杂碎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无耻剑法挡不挡得住我一剑！不可能，我一个剑师，一剑下去竟没能伤到一个炼气期。我懂了，这剑谱压根没教一招境剑法，他教的是道。剑法的最高境界是让对手永远猜不到你的下一步，而最难预测的就是一个不要脸的人。第一是碰瓷，敌人剑还没沾到你，先倒地惨叫，反咬一口。第二是装死，等他放松警惕再偷袭。还有这招压箱底的天女散花，瞄准眼睛扬。这小子倒是把这门剑的魂给摸着了。听说你们开了个剑法班，专教歪门邪道。今天我血剑门就来会会你们这群乌合之众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讲武德，有种跟我堂堂正面对一剑啊！堂堂正正，那是你们剑师老爷的玩法。我们散修只讲一个字：赢。老板，报名的人排到3里地外了，咱们这无耻剑法彻底火了！什么无耻剑法？要叫无名剑宗特色实战剑术，注意品牌形象。传我命令，即日起封杀无名剑宗，北荒之内，凡敢修习传播其剑法者，一律视为我血剑门之敌，格杀勿论。
封杀！哎呦，血剑门少庄主亲自下场给我打广告，这泼天的流量，我可就笑纳了。连血剑门都忌惮的剑法，那得多厉害！说什么也得偷学一手。诸位，普通精修班名额已满，现推出剑法高级班、1对1私教班，还有面向各大商号镖局的企业团建培训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宗主，结清了。这个月的流水，不但把最先医馆那3000灵石的债一文不少全还上了，账上还净赚了2000多。从穷死的光杆撕裂到还清债务、扭亏为盈，无名剑宗总算熬过了最难的创业期。老板赚了第1桶金，接下来这笔钱是扩建宗门，还是先囤一批灵石？您一句话。都不是。第一笔钱发工资，我无名剑宗从今往后绝不拖欠员工1文月钱。剩下的利润我也想好了，一半在后山起一座员工食堂，顿顿有酒有肉；另一半建一间医疗室，往后谁受了伤，不必再赊账，去求那黑心医馆。一本人质剑则无敌，一座上古护宗剑阵，无名剑宗这潭水比整座想的要深得多。哼，山雨欲来呀！不过怕什么？我手底下这群深藏不露的大佬，可还一个都没真正出手呢。封杀令，我那道封杀令，倒成了替他楚萧扬名的告示，传遍3州，传遍3州！来人，传血位长老！带上你的人，去把无名剑宗给我夷为平地。叶无尘，还有那丫头的先天剑骨，活着带回来，其余的一个不留。一个穷的叮当响的破宗门而已，何须本座亲自出马？门主有令，那座来历不明的护宗剑莲，连他的分身都能轰碎，不可大意。这一次，给我办得干净利落，不许再失手。是。报名高级班的这边登记。这位道友，您预约了吗？老板，照这势头，下个阶段就能在隔壁山头盘下这第2个小区了。无名剑宗的人听着，乖乖交出叶无尘和那身先天剑骨，本座可留你们一个全尸。剑王境圆满，我如今不过剑徒修为，根本不是对手。警告：来者血位剑王境圆满，当前宿主剑师修为实力至悬殊。补充提示：初级护宗剑阵剩余可激发次数1次。剑王是比上回那剑尊投影弱点，可我那剑质就剩最后1炮了，崩了这一个长老就彻底没了。万一后头血剑门主力再压上来，我拿什么挡？这张压床底的底牌不能这么早就掀。这位是血剑门的客人，不好意思，本宗门接待是要提前预约的。找死！
剑阵不能用，可这一剑应接，我得当场去见师傅。有了！黄主管，门口来了一大坨碍眼的垃圾，麻烦您老清理一下。大白天的，哪儿来的垃圾？哦，那个啊，我倾尽全力的一剑，被一个扫地的一扫棒给扫没了。那看似随手一扫，剑气却圆融到了极致，举重若轻。这位扫地的老汉，深不可测。检测到员工黄九剑完成本职工作清理门户，判定有效劳动，发放工作反馈 ，BOSS 点乘是300。成了，不但保住了剑真那张底牌，还白嫖一波反馈，这就叫把危机变成 KPI。那扫地老者深不可测，正面绝非我所能敌。可门主的命令不容有失。罢了，擒贼先擒人，先夺了那先天剑骨再说。先天剑骨归我血剑门了！这是什么剑意？一个小小剑徒，怎会有这种帝王般的威压？雪薇，你连个破宗门都摆不平，门主果然没看错，还得我亲自跑这一趟。那扫地的老者气息深不可测，硬碰是大忌，速战速决，抢了人就走。雪薇，你缠住那老二，其余人随我取剑骨。一壶女儿红，老头子省着喝，能喝3天。你们说撒就给撒了，那这笔账今天就拿你们的脸来抵吧。此人是绝世剑圣，雪薇联手拼啦！检测到员工黄九剑超额完成本职工作，清理门户，重大异常，判定卓越绩效，发放工作反馈 ，BOSS 点乘3000。3000 BOSS 点，一壶酒换俩剑王长老外加3000点。黄主管，您这哪是扫地的，您是宗门的镇宅财神啊！老板，活儿也干了，架也打了，我这酒是不是该给补上了？再添一壶算加班。不，必须补。黄主管，您今天的酒我管够，顿顿管够。两位剑王长老一招落败，一个扫地的老儿便有如此剑道。无名剑宗，看来是该本座亲自走一趟了。昨日折我两位长老的那个扫地老儿何在？血门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过我得先提醒您一句，昨天那位真就只是我宗门扫地的。哦，我无名剑宗能在这北荒立足，靠的可不止一个扫地的。门主若执意动手，惊扰了我宗里几位闭关的老前辈，这后果您可得好好掂量掂量。黄口小儿也敢在本座面前故弄玄虚，那本座倒要看看你这无名剑宗究竟还藏着几个老不死的！
这一剑下去，整座宗门都要没了。罢了，看在老板顿管酒的份上，这一剑老头子替你们接了。九节剑圣的气息，你竟是那位早已绝迹的经脉连一缕残存的剑意，便能伤我至此。若是巅峰时的你，本座岂非毫无招架之力？巅峰，老头子早就不爱打打杀杀喽，如今就想喝口安生酒，看个宗门，扫扫地。你呢？是想继续，还是到此为止？门主，我早提醒过您了，惊扰了我左宗里闭关的老前辈，后果您得好好想想。怎么样，这位还入了您的眼吗？要不要我把另外几位也都请出来陪您聊聊？一个隐血剑圣坐镇，已是天大的麻烦。这小子言之凿凿，宗中还有前辈，万一是真，本座今日怕真要折在哪处。这无名剑宗绝非表面这般简单，其背后究竟是何来历？哼，好一个无名剑宗！今日之事，本座记下了，但你们与我血剑门的梁子绝不会就此了结。尤其是你，万古剑帝的余孽，哼哼，来日方长。丁，宗门成功击退剑尊级威胁，威望值暴涨，解锁新阶段，北荒八大宗门候补席位，宿主当前修为剑师境圆满。赢了，又赢了！我从头到尾就动了动嘴皮子，愣是靠着手底下这群大佬，把血剑门门主都给唬退了。这就是当老板的最高境界，躺着把钱挣了，把架也打赢了。这破宗门管酒还护短，挺好。老头子暂时不走了。血剑门，血无涯，待我破碎的丹田有朝一日彻底复原，这血海深仇便是清算之时。负债3000灵石起家，到如今连剑尊都得绕着走。下一步，北荒八大宗门，那点格局，可还装不下我无名剑宗的野心。楚宗主，收我为徒吧！我能吃苦，能挨打，还能自带铺盖。人质剑色无敌高级课还有名额吗？我出3倍灵石。重点情报：无名剑宗扫地老者，疑似北荒第一扫地剑圣。扫个地都能扫出封号来，北荒是真没见过世面。外人只看见老黄一剑逼退血如崖，可我清楚，这老头经脉被封，刚才全靠残存剑意硬撑。血剑门没完，麻烦也没完。温馨提示：宿主当前修为剑师境圆满，面对剑尊本体，建议继续保持微笑。你还挺会安慰人。北荒宗盟巡查使陆清舟。北荒宗盟巡查使陆清舟见过楚宗主。陆巡查使来的正好。苏黎，看茶。宗主，咱们最好的茶，上次给皇族馆煮醒酒汤了。老头子没喝完，墙角还剩半壶。不必，
陆某今日前来，只为宗盟考察。楚宗主，宗盟已收到无名剑宗威望回响，但所谓北荒8大宗门候补席位，并非奖励，而是资格。资格？想成为真正的候补宗门，必须有3样东西：第一，镇宗至宝；第二，镇宗战力；第三，足以震慑北荒的战绩。看老头子干什么？扫帚不卖！陆巡查使，此物跟随剑梦多年，扫过血剑门长老，挡过剑尊本体，算不算镇宗之宝？楚宗主，宗盟不是傻子。老板，他说的没错，咱们现在有名气，有流水，有皇族馆镇场，可真要坐上北荒牌桌，还缺一件能摆上筹面的硬货。有热度，无底蕴，终究站不稳。7日后，北荒禁地龙渊剑中开启。传说剑中深处埋着上古无名剑宗遗失的气陨剑胚——龙渊剑胎。此物可承载一宗气陨，若无名剑宗夺去龙渊剑胎，便可补齐镇宗至宝这一短板，真正拥有冲击候补席位的资格。所以，这不是奖励，是宗盟给你的第一道考题。不过，血剑门、赤霄剑宗、玄雷剑宗等北荒大宗也都会进入龙渊剑仇。此行不是寻宝，是各宗第一次正面试唱无名剑宗。叶无尘、苏罗、钱多多、黄主管。宗主，开会。老板，是全员大会还是经营会？都不对，是开项目大会。无名剑宗第一次大型夺宝项目，龙渊剑胎夺取项目正式立项。楚宗主，龙渊剑胎若落入血剑门手下，你无名剑宗的候补资格便到此为止了。血剑门、赤霄剑宗、玄雷剑宗，好啊！既然北荒这张牌波要用至宝说话，那我无名剑宗就亲手把入场券抢回来。无名剑宗第一次大型夺宝项目会议正式开始。本次行动目标简单明确：第一，进入龙渊剑宠；第二，夺取龙渊剑胎；第三，把龙渊剑胎练成我无名剑宗镇宗之物；第四，拿到北荒宗盟候比资格；第五，顺手打脸血剑门、赤霄剑宗和所有看不起咱们的人。钱主管总结的很有企业文化。叶无尘，夺宝战斗组组长；苏流，负责净化剑种里的剑煞、血煞；黄主管，先说好，老头子只负责扫地，不负责拼命。你负责兜底战力，平时喝酒，关键时刻吓人。这个岗位倒也合理。钱多多负责情报、物资、成本控制；沈清河负责医疗救援；铁三丁负责装备和破阵工具；白芷渊负责外钱合同、战功制度和风险条款。李狗剩，你带低阶弟子组成探路组。宗主，探路组，这名字听着就很容易走在前头，死在前头啊！谁说让你们当炮灰？探路组的任务是侦查、标记、预警，发现危险立刻撤退，不准拼。活着回来也算功劳。宗主，撤回来也算功劳。那我乞讨龙渊剑种外勤夺宝合同，条款包括出差补贴、战功结算、伤亡抚恤、战损报销、医疗优先权，以及夺宝成功后的贡献分红。战功还可以兑换丹药、兵器、课程名额、沈堂主治疗、业主指导，以及黄总管指点一次。老头子什么时候同意指点了？外勤期间，酒水无限报销。为了宗门大业，老头子偶尔指点一下后辈也不是不行。宗主，还有一条记载，龙渊剑胎确与上古无名剑宗有关，可如被血剑门污染，便会化作血龙剑胎，成为血剑祖残魂复苏的容器。也就是说，这剑胎我们必须拿到。若血剑门夺走，北荒必有大祸。
那这次就不是为了赚钱，也不是为了装高人。这一次，无名剑宗必须赢。宗门级夺宝任务开启，目标龙渊剑胎，任务失败惩罚宗门候补资格封解。冻结？笑话！我楚萧的公司好不容易走到融资前1，谁敢断我上市路，我就要谁的命！一个扫地老鬼竟能伤本座至此，无名剑尊果然不能再留。父亲，孩儿愿亲自前往龙渊剑主，龙渊剑胎绝不能落入楚萧手中。不错，一旦无名剑宗得了龙渊剑胎，便有镇宗至宝。到那时，他就不再是靠传闻爆红的小宗族，而是真有资格登上北荒牌桌。可若龙渊剑胎落入我血剑门手上，便可污染成血落剑胎，用来温马血剑组残魂。孩儿明白。此行3件事：第一，夺龙渊剑胎；第二，夺苏卢剑骨；第三，若有机会，斩叶无尘，取其剑地残魂。叶无尘那条废狗，这一次孩儿会他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无名剑宗也要来夺龙渊剑胎，一个靠扫地老头撑场面的破宗门，也敢染指上古剑胎？这城不错，酒铺不少。黄主管，咱们是来夺宝的，不是来探店的。夺宝归夺宝，酒不能耽误。听说你就是叶无尘，那个丹田被废、被血剑门追的狗一样逃命的废物。你，少宗主说话，你一个废人，最好低头听着。血剑门不要的废物，也能在无名剑宗当安保主管？楚萧，你这宗门还真是不挑食。无尘啊，别冲动。算了，这种场面不冲动一下不像你。这是什么建议？丹田被废，这叫废物，那我算什么？废了吗？在你赤霄眼里，他是废人；在我无名剑宗，他能一剑压退剑王。你们凭什么评价？进了剑虫，靠嘴可活不久。放心，我们宗门有专业安保。少宗主，今日城门之事，闭嘴！一个废过丹田的叶无尘，也敢让我赤霄剑宗丢脸？传令，进剑仇后，先废叶无尘，再抢龙渊剑胎。无名剑宗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听说没有龙渊剑令，只能在剑主外围碰运气，有剑令才能进核心剑殿。可剑令就这么几枚，大宗全盯着，咱们散修哪有机会？赤霄强抢，玄雷砸钱，血剑门杀人夺令。老板，这市场环境很不友好啊。先看，不急。越乱的时候，越不能把底牌亮早了。你们几个进去试试这枚门剑令是真是假？那是残阵，进去会被剑气搅碎的。少废话！能替赤霄剑宗势力，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把接修士当耗材，这套玩法真是从血剑门到赤霄谢宗一脉相承的恶行。李狗剩带人抢令啊！宗主，对面是赤霄剑宗啊！怕死吗？怕就对了。怕死的人最知道怎么抢活路。
一群散修废物也敢抢我赤霄剑宗的东西！拿令撤，别恋战！找死！这枚剑令是他们凭本事抢到的。再往前一步，剑断，人也断。无名剑宗的嫡弟子竟真从赤霄剑宗手里抢到剑令，关键他们还是有章法的在抢。高手强也就罢了，连这种低阶散修都能在楚萧手里变成棋子。这个宗门最麻烦的不是老黄，是所有人都能派上用场。姑娘，这都是废令，灵气都快散没了，你要它干什么？我这人买东西讲究一个不买贵的，只买能赚的。打包，便宜点。宗主，这些不是废品，拼在一起是一张隐藏入口地图。废令里竟藏着隐藏入口，看见没？这叫低价抄底。机会往往藏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。老板不会早就算到了吧？我算到个鬼！但老板嘛，没算到也得装一下嘛。检测到宗门级夺宝任务即将进入核心阶段 ，BOSS 统御印欲激活。统御印，宿主可在关键节点统治正式员工之力，凝聚宗门法相，人前显圣。龙渊剑朝开始了！上古无名之主归来否？这就是龙渊剑朝，还没进去，我的剑都快跪了。听说龙渊剑台就在最深处，谁能夺到，谁就有正宗之机。龙渊剑朝即将开启，剑朝之内，机缘自取，生死自负。宗盟只记录最终归属，不插手各宗争斗。楚萧、叶无尘、苏流，这一次进了剑中，你们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城门口那一剑，我记下了。剑球里，我会让你跪着还回来。都听清楚了，都听清楚。这一次，我们不是来旅游，也不是来蹭热度，目标只有一个：龙渊剑胎。夺不到，宗门候补资格冻结；夺到了，无名剑宗才有真正的镇宗至宝，才有资格坐上北荒大宗的牌桌。宗主，那要是里面全是大宗天骄，咱们这些低阶弟子……记住项目原则，能打就打，打不过就标记，标记完就撤。你们不是炮灰，你们是探路组。是。物资、补戒、战功册全带齐了，谁立功，谁报销，谁受伤，沈堂主那边直接走绿色通道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先救人，再算账。外勤合同已生效，所有伤亡、战损、贡献分红，按条款执行。那老头子的酒水报销也按条款执行吧？你别把剑主当酒窖逛。龙渊剑种开，两线一步，机缘就是我们的。赤霄剑宗弟子随我入内。哼，血剑门进。不许乱抽，按项目规划推进。哼，夺宝还排队？这无名剑宗是来春游的吗？
等他们慢吞吞进去，汤都喝不上了。乱抢是炮灰打法，组织推进才是高手打法。机缘就在前面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我的剑气失控啦！宗主，第一关就这么凶？全员停步，结防御阵。快拦住他！他被剑煞侵蚀了！我的剑气不受控制了！救我！辟煞符，开路！哼，区区剑煞也配挡我血剑门的路？宗主，他们有符有血煞，咱们靠什么？要是靠命硬撑，我建议先把后事安排明白。钱主管，这时候就别算丧葬成本了。宗主，我快压不住剑气了！别抢车，先到后方。连第一关万剑煞气都扛不住，也敢来夺龙渊剑胎？哼，无名剑宗果然只有嘴硬。苏柳，小心！无尘哥哥，这一次让我来。我的烟无垢剑骨，开！我的剑气稳住了。苏师姐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多谢姑娘救命！这是什么剑骨？竟能净化龙渊剑煞？先天无垢剑骨，这是传说中的先天无垢剑骨。无垢剑骨，无名剑宗竟还藏着这种天骄！确认目标，苏流剑骨已觉醒，夺骨计划可提前。无名剑宗的人，我护。好啊，前台终于不只是前台了。以后谁再说我宗门只靠男人打架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这是锁骨阵。先天无垢剑骨是我们血剑门的了。我的剑骨，找死！苏流，你的剑骨早晚是我们血剑门的。这不是完整夺骨阵，更像是标记。血剑门已经盯上苏流了。先记上，等项目结束，血剑门这些烂账一笔一笔算。这林子怎么看着比刚才还邪门？迷剑林，残剑甲路幻阵交错，修为越高，越容易被强烈剑意误导。什么幻阵？我赤霄剑宗一剑破之！哼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是往前冲的吗？这剑灵会反击，继续推进。谁敢退，逐出宗门。宗主，这地方要不还是让叶主管开路吧？不，越是这种地方，越不能让高手硬闯。探路组，上。宗主，我现在申请调去后勤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后勤守阵野，阵一破，最后一个跑。探路组李狗剩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也叫探路，跟狗刨似的。停，前面那条路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剑痕朝里，风却往外吹，真路不会这么别扭。差一点就被切成片了。轻伤，别慌，按宗门流程算外勤伤，回去有补贴。以前在别的宗门，受这种伤，只会被骂没用。
一群低阶散修，怎么可能走得比我赤霄还稳？啊！低阶弟子在别的宗门就是探路炮灰，可在无名剑宗，他们竟然真能立功。这宗门真正可怕的，不是几个高手，而是能让弱者也发挥价值。剑心殿到了，龙渊剑胎的气息就在里面。多谢楚宗主替我赤霄探路，龙渊剑胎，本少宗主要了。哼，抢本老板的成果，行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店里的东西认不认你这个临时插队的。这就是龙渊剑胎，能承载一宗气运的正宗剑胚，果然不是凡物。龙渊剑胎是我赤霄神宗的了。龙渊剑胎竟然拒绝了赤霄少宗主，不可能！我赤霄剑宗传承1000年，凭什么不认我？可能他比较挑食。复血煞阵，污染剑胎。不好，他们要把龙渊剑胎炼成血炼剑胎。叶无尘、苏流，明白？交给我们。是。进。剑帝剑意，巫垢剑骨，他们竟能联手压住血煞阵！啊！无名剑宗不是只有扫地老者强，这2个年轻人也强得离谱。一个镇剑胎，一个净血煞，这配合简直天生就是为龙渊剑胎而来。他要认主了吗？他没有认我，也没有认我。他不是在等一个剑修，他像是在等能承载他的一整座宗门。楚萧，你无名剑宗的人倒是能打，可你这个宗主，难道只会躲在他们后面？叶无尘出剑，苏流净煞，连低阶弟子都替你探路，可你呢？堂堂宗主，从剑朝到现在，可曾亲自出过一次手？来了。终于来了！老板最怕的不是项目难，是甲方当众点名让老板亲自上台汇报。宗门级夺宝任务进入最终阶段，是否启动 BOSS 统御印？躲是躲不过去了。既然你们都想看我这个宗主出手，那就看清楚。这是宗门法相。宗门法相听着挺唬人，可这 BOSS 点掉的也太快了吧！系统，你这是统御印还是烧钱印 ？BOSS 统御印已启动，请宿主保持宗主威严，避免因心疼 BOSS 点影响气质。我现在最威严的地方，就是我没当场哭出来。这小子又拿老头子的建议撑场面。我也有范儿。在我无名剑宗，哪怕是怕死，也能成为一种道。他竟能统聚一宗之力，这不是借力，这是把所有人的道融成了一座宗门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靠员工撑场面，这些人的力量竟然真能被你统合。我无名剑宗不求一人独尊，只求众剑归宗。不，龙渊剑胎，我是赤霄剑宗少公主，你该认我。他没有认宗主个人为主，他认的是无名剑宗。
也就是说，他承认了我们所有人。这下好了，咱们终于有能摆上仇面的正宗之宝了。帅是帅了，就是再成三系，我可能就得当场表演宗主虚脱。这小子还真不只是嘴硬。恭喜宿主完成阶段目标，龙渊剑胎认宗，无名剑宗镇宗世宝雏形已建立。不好，剑胎离位，剑心殿要塌了！龙渊剑胎已醒，欲练剑胎，需取七星剑功，星陨剑火。星陨剑火，看来这镇宗至宝还只是个半成品啊！全员撤离，按原路线退出剑巢。七星剑功，星陨剑火。行，下一步目标有了。按原路线撤，探路组在前，伤员诸中，业务臣断后。这边是安全路，别踩红色镇定，那边会塌。铁三阶，镇定能回收就回收，这都是成本。钱主管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在算这些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乱花钱。别人逃命恨不得爹娘多生2条腿，无名剑宗居然还在回收物资，这宗门连逃命都想提前排练过。龙渊剑胎真被无名剑宗夺到了，镇宗至宝啊，那可是能承载一宗气运的东西。都别看了，再看我也掏不出第2个统御印。刚才那一下差点把我烧成老板干。小子，腿抖了。这是宗主法相余震。哼，嘴是真硬。血剑门执剑使，他们是冲龙渊剑胎来的。楚萧，交出龙渊剑胎，我等可留你无名剑宗几句全尸。你们血剑门说话，怎么跟一个培训班教出来的一样？开口就是全尸，没点新意。那是压制剑胎的血锁。想夺剑胎，先问我的剑。这小子明明修为不高，剑意怎会如此恐怖？哼！先天无垢剑骨竟能破血锁！挡路的垃圾扫了。叶无尘斩一人，苏流破血锁，扫地老头一扫棒拍飞执剑使。无名剑宗从宗主到保洁就没有一个正常的。白芷英记录战功，钱多多统计战损，沈清河救治伤员，铁三金检查装备。是。李狗剩清点低阶弟子人数。叶无尘斩退执剑使1名，记大战功；苏流破血锁，记大战功；黄主管清理异常目标，记加班1次。加班酒水双倍。记上，记上。宗主，我刚才只负责传讯和护送伤员，也算功劳吗？当然算。战场上把人活着带回来，就是功劳。是。战后不抢功，不甩锅，当场结算。这无名剑宗到底是什么路数？回去告诉宗主，以后对无名剑宗不能再按普通宗门看了。龙渊剑胎不过只是一枚剑胚罢了，没有七星剑魔的星陨剑火，它永远成不了真正的镇宗神剑。楚萧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能护住它到几时。这就是咱们无名剑宗的镇宗至宝。以后谁还敢说咱们没有底蕴？镇宗至宝到手，候补资格稳了。无名剑宗这创业公司总算有核心资产了。楚宗主高兴得太早了吧？楚宗主，宗盟前来确认龙渊剑胎归属。确认吧，剑胎就在这儿。
没藏，没抵押，也没分期付款。钱主管，把你那个危险的眼神收回去。龙渊剑胎确已认无名宗宗为宗。哼，认宗又如何？他终究只是一枚剑胚，不是真正的正宗神剑。不错，剑胚未练，锋芒未成，若这样也算正宗至宝，未免太儿戏了。无名剑宗名声是响，可底蕴真就……老板，这群人就是眼红，但他们说的不全错，龙渊剑胚确实还没真正炼成。麻烦了，东西是抢到啊，可还是半成品。资本市场最怕什么？最怕核心产品还在研发阶段。各宗质疑，并非毫无道理。龙渊剑胎若要成为真正正宗神剑，必须以七星剑宫中的星陨剑火淬炼。七星剑宫，1个月后，七星剑宫开启，北荒各宗天骄都会参加。谁能夺得星陨剑火，谁就能真正炼成龙渊剑胎。哼，楚宗主，龙渊剑胎暂时认宗，不代表你无名剑宗真能守住它。七星剑宫里可没人会让着你们。放心，我们无名剑宗从创业第1天起就没指望别人让。无名剑宗参加七星剑宫，楚宗主确定。七星剑宫不同于龙渊剑主，那里是北荒年轻天骄真正争锋之地，血剑门、赤霄剑宗、玄雷剑宗都会去。那正好，龙渊剑胎我们夺了，星陨剑火我们也要。七星剑宫项目预算重新核算，丹药、符箓、装备、情报全都要被双份，不3份。血剑门、血力、七星剑宫，我等你们。下一次我不会再让血剑门轻易标记我的剑骨。记住，打不过先躲，躲不过就滚，滚完再反击。咱们无名剑宗的核心战术就是活着输出。李师兄，这招叫什么？战术性不死，虽然名字难听，但还挺符合我宗门气势。顾问是干什么的？喝酒的时候顺便吓人。这个活儿老头子熟。丁，新阶段任务开启，七星剑宫，目标夺取星陨剑火，炼化龙渊剑胎。目标明确了，七星剑宫，星陨剑火。谁挡我无名剑宗炼剑，谁就是项目风险，必须清楚。血力，碎丹养剑诀，以破碎旧芬芳为炉，重养一口本命剑意。好，吴尘这建议越稳，我这老板的安全感就越足。员工成长才是公司最硬的护城河。苏流，若撑不住，立刻停下。不用，血剑门不会因为我疼就停手。下一次，他们再想用血煞锁我剑骨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很好，前台不光能接待客户，现在还能净化客户。诸位记住，七星剑宫是大赛，不能乱来，所以我们要把以前那些禁招全部合法化。比如扬沙子，不叫扬沙子，叫制造战术视野差。抱大腿呢？限制敌方移动。装死呢？诱导对手误判。规则只写不得使用毒药、暗器、邪术，没写不能战术性滑倒，暂时合法。我总感觉我们宗门正在把无耻剑法升级成合规剑法，听起来更不要脸了，但也更专业了。高阶法宝咱们现在批量造不起，但低阶弟子能用，用得起，坏了能修，这才是关键。不错，装备不一定要贵，但一定要能救命。经脉暗伤未愈者不许上场，灵力不稳者先去调息。带伤硬撑不叫英勇，叫给医务堂添乱。沈堂主，我还能打？你可以打，但我会先把你打晕。我去调息。老板，我分析过了，外界都觉得咱们七星剑宫夺火概率不高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开无名剑宗官方竞猜，咱们压自己赢，赔率能赚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宗门弟子不能拿自己的生死输赢开赌。这不是赌，这是金融工具。不行。好的，苏堂主。不错，钱主管负责赚钱，苏流负责不让他赚得太缺德。公司治理结构逐渐健康。警告 ，BOSS 统任印稳定度不足，强行启动可能导致宿主灵力透支、神魂震荡、当众昏迷。前两个我都能理解，最后一个是专门用来吓我的吧？根据宿主性格，当众昏迷对宿主打击最大。你是真了解老板的痛点。提示：
提升 BOSS 统御印，需要更多员工真心归属，以及更多宗门战功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只靠装神弄鬼，我得真的把他们带赢。宗门越强，他们越信我，我这个老板才站得越稳。七星剑功，夺星陨剑火，练龙渊剑胎，这一仗无名宗必须赢。那就是夺了龙渊剑胎的无名剑宗。听说他们这次是冲星陨剑火来的啊！叶无尘，这一次我会把你重新打回废物。你可以试试星陨剑火龙渊惩戒，新的项目开盘了。七星剑功共有多重试炼，想夺星域剑火，必须通过星宫认可，失败者立刻退场，强行闯关者生死自负。他们就是夺走龙渊剑胎的无名剑宗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不能继续创造奇迹。奇迹？七星剑功靠的是真天赋，不是靠扫地老头撑场面。楚宗主，七星剑功不比龙渊剑台，这里第一关就能筛掉一堆滥竽充数的废物。宗主，他说废物的时候为什么看我？自信点，他就是在看你。宗主，您这安慰方式真要命啊！星陨剑火就在里面，龙渊剑台能不能真正成剑，就看这一招了。第一关，天赋石碑，参赛者留痕，剑痕越深，天赋越高。石碑任何者可入第二关。赤霄火灵根上等剑资，可入第二关。玄雷剑体上等剑资，可入第二关。该你们了，楚宗主，不会连第一关都要让扫地的来吧？老头子只负责顾问，不负责考试。野狗胜，你胜。他一个散修出身的低阶弟子也敢测天赋？无名剑宗没人了吗？派个怕死的来丢脸？宗主，我要是丢人了，能不能也算点补贴？算，要是过了算战功。那我试试。这也叫剑痕？蚊子撞上去都比这深吧？楚宗主，这就是你无名剑宗的天才。怎么还有第二道？资质普通，求生极强，可入第二关。我过了，李师兄过了，怕字也能过关，那叫求生欲极强。天赋不是唯一指标，活得久也是一种天赋。原来普通资质也不一定没有路走，活得久，那也要看我等会让不让你活。血剑魔骨，危险至极，可入第二关。叶无尘，第二关系。第二关，星桥。参赛者需穿过星桥，抵达对岸，跌落者淘汰。这剑锋会压制灵力，区区剑锋也想拦我赤霄剑宗？看谁先到对岸！弱者才需要找路啊！不愧是血力，这星桥剑锋根本挡不住他。无名剑宗那几个低阶道子，怕是过不去了吧？李师兄，这桥好窄啊！下面云这么深，掉下去能算工伤吗？淘汰不算，摔伤算，摔没了另算。钱主管，你别在这种时候细分账目。楚萧，你带这些低阶弟子来，是准备给七星剑宫增加笑料吗？连桥都不敢上，还想夺星运剑火？记得在赛前训练吗？是的。规则要求什么？只要求通过星桥，没有规定必须站着走、御剑走或者走得好看。懂了，兄弟们，别逞强，按最稳的来。他趴下了，
别站着，重心越低越稳，贴边走，等剑锋过去再挪。这也太难看了吧！可是他们真的没被吹下去。可恶，这剑锋越往后越强。第3波剑锋从左边来，全体右贴，别要脸，要命！收到，不要脸，保命！虽然这个画面确实不太像正经宗宗门，但实用主义永远是无名道宗第一生产力。战术有效，建议命名为低姿态星桥通过法，可以包装成付费课程。这个就先别卖了，太影响品牌形象。一群不要脸的东西！过关靠的是结果，不是姿势。萧少宗主，姿势好看不加分。过了，我活着过了。无名剑宗通过第2关。他们不强，但是真的太会活了。这无名剑宗的普通弟子怎么一个比一个难淘汰？检测到普通弟子完成高压试炼，宗门凝聚力提升 ，BOSS 统御印稳定度小幅提升。原来普通弟子过关也能增强宗门凝聚力，好得很。员工不白养，弟子也不白练。会活不代表能赢。第3关星斗擂台，规则：宗门混战。刚活下来，又要混战。全员听令，按赛前战术体系展开。第3关宗门混战，各宗弟子同场争锋，最终留下人数越多、阵营越完整者，评分越高。赤霄弟子随我冲锋，先击溃弱宗，再围杀强敌。弱者退后，强者开路。少主，我们挡不住啊！挡不住就用命挡。他们竟然真把自己人当炮灰。所以说，别的宗门是用炮灰打仗，我们是用制度打仗。无名剑宗按赛前战术体系展开，叶无尘负责正面冲锋。是。苏流净化核心，护主中阵。明白。李狗剩侦查，普通弟子3人一组，互相保护，不准单独追敌。听见没？3人一组，谁落单谁扣战功。沈清河设临时医疗点，铁3金步步解箱，白芷渊因规则变化，钱多多统筹调度资源。放心，灵石丹药符箓一颗都不会白花。有种正面打一场，能拖死你，为什么要正面打你？无名剑宗单个弟子不算强，可他们怎么越打越稳？他们不是在比斗，像是在打一场小型宗门战。强者冲锋，弱者跟随，这是传统宗门打法。可楚萧竟能让每个人都有用武之地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赤霄弟子修为更高。修为高不代表宗门强。无名剑宗这套无归阵倒是有点意思，可阵法再稳，只要核心碎了，也一样会崩。苏流，你的剑斧我血钱堂收了。血力，中阵防御，叶无尘推远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怕你们。先天无垢剑骨归我血剑门了。雪莉，你找死！叶无尘，你过不去！滚开！苏师姐，她的剑骨被压制了，这雪莉是专门冲她来的。黄主管，先别动，再不动，那丫头要吃亏。我知道，苏流不能永远只做被保护的人。血剑门盯上的是他的剑骨，可他真正要赢的不是雪莉，是那个一直害怕被夺走一切的自己。苏流，你以为进了无名剑宗就能改变什么？先天剑骨本就是强者的东西，这种人只配做剑骨容器。员工不是祭品，你的剑骨也不是你全部的价值。我再也不需要被人保护。什么？我的剑骨不是你们血剑门的东西。
你疯了！主动释放剑骨，只会让我更容易夺走它。不可能！血骨钉专克先天剑骨，怎么会被你净化？因为我不再怕它。血力被逼退了，还是被苏流正面逼退的。无名剑宗这个女人竟然强到这种程度。苏流，你已经能独自执剑了。我的剑骨从来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我无名剑宗苏流。苏师姐牛啊！这场打完，无垢剑团招生宣传语我都想好了。不错，这个前台终于升职成门面了。好一个无名剑宗苏流！那东西不对劲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挣扎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血剑门真正的底牌。是阵法在压制我的剑骨。叶无尘、苏流，你们真以为我血剑门会毫无准备？这是不完整的血剑阵，但足够压制剑地记忆和无垢剑骨。宗主怎么办？这玩意儿看着不像能靠滚过去解决啊！别乱冲，血阵靠节点运转，先找阵眼。这阵法烧的是血气，不是灵石。血剑门这群疯子真把人命当耗材用。叶无尘，你不是想报仇吗？你可知道当年叶家那些尸骨最后都去了哪里？你说啥？叶家满门被炼入血剑池，你父母的骨，你族人的血，都成了我血剑门养剑的肥料。无声哥哥，他的气息乱了。怒吧，疯吧，只要你失控，这血阵便能吞了你的剑地残魂。仇要报，但命也要留着。公司培养你，不是让你做人头的。我若失控，便正中他的下怀。仇恨可以是剑锋，但不能是剑主。雪莉，你想看我发疯？可惜你不配。竟能压住心魔。对，他在破阵眼。这才是安保主管，不是谁叫两声就冲出去砍人的保安。我来帮你。不可能！你明明最该被仇恨吞噬，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？因为现在的我，不只是叶家遗孤，我还是无名剑宗安保兵主。叶无尘，给我等着！七星剑宫最深处有你前世都想要的东西，若敢来，就在那里等你。检测到员工叶无尘突破心魔压制，剑道感悟提升，宿主反馈结算中。BOSS 统日硬稳定度小幅提升。好家伙，员工不但能打，还能给老板升级系统熟练地。这波血力不是来杀人，是来送培训经验啊！第3关结束，无名剑宗阵营完整度最高，评分第1。那是星陨剑火的气息。雪莉，我会去的。星陨剑火，这火能炼龙渊剑胎，目标终于出现了。只要拿到这团火，龙渊剑胎就能真正成剑，无名剑宗的正宗神剑也就成了。星陨剑火是我玄雷剑宗的，拦住无名剑宗！按计划推进，叶无尘、苏流开路，李狗剩破外围，铁三金稳星台气阵，沈清河压火毒，白纸妖破禁制，钱多多看资源流向。挡路者死！火都会侵蚀经脉，别硬扛。3人一组拖住就算赢，别成英雄。谁敢一个人冲上去？回来我替宗主扣他战功。无名剑宗的人怎么这么烦？烦人，那也是我们的战术价值。星台气纹太乱，给我实习！不稳住他，星火会炸！火毒我来压，你专心修阵。禁制有3层，第1层认剑气，第2层认宗门气运，第3层认宗主。什么意思？最后收取星陨剑火的人必须是一宗之主，弟子再强也不能代替宗主。我就知道这种核心节点，迟早要老板亲自上台。无名剑宗真的要拿到星火了？楚萧，你又让员工替你拼命，
龙渊剑胎是你员工替你夺的，星陨剑火也是你员工替你抢的。你这个宗主，敢不敢自己踏上星台？宗主，要不咱们骂回去？从成本角度讲，老板亲自上场风险极高。星火夺取任务进入最终阶段，是否启动 BOSS 统御印第2形态？宗主临台。谁说老板只会指挥？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项目负责人亲自验收成果。宗主，来吧，龙渊惩戒，就差这一把火了。这哪是收火，这是让老板站在项目爆炸中心签验收书啊！ BOSS 统御印第2形态，宗主临坛启动中。宗主，我为你开线路。星火里有火毒，宗主别硬扛。别把老头子的酒钱烧没了。宗主，剑胎还没完全稳定，不能让星火乱冲。我来稳其稳。这一把下去都是钱啊！但这笔投资必须回本。星台承认规则，宗主承接星火，无名剑宗为归属方，契约成立。宗主只管收火，你的经脉护着。老板，活着收，别耍帅！这祝福听着不吉利，但很有我宗门风格。不可能，他不是简单借力，他是在统御整个宗门。楚萧，你到底修的是什么道？我修的不是一个人的道，星火归宗。星陨剑火真被楚萧收了，他一个小宗派宗主，竟真能让星台承认无名宗宗？这哪里是小宗派，这分明已经有大宗气概了。宗主把我们的力量都护住了，我的气纹竟然真能融进龙渊剑胎里，我的气运也能炼剑。这小子越来越像个宗主了。宗主的道果然不是个人之道。再摔3秒，3、2、1，不行，腿快没知觉了。老板，你是不是站不稳？我这是在感悟星火余韵。原来如此。老板现在就算说自己在原地睡觉，估计也有人信是在悟道。楚萧，星陨剑火只是开始，叶无尘，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。龙渊剑胎既醒，九转天宫炉亦将出世。九转天宫炉，刚收完火，又来炉，好家伙，镇宗神剑这项目还真是一环扣一环。不是吧，又他！这些上古遗迹怎么一个比一个不结实啊？不是不结实，是星火被取走后，维持建功的核心力量没了。全员撤离，按战术队形，伤员先走，钱多多清点物资，铁三金别再回收地砖了。宗主，我还没说要回收啊。其实那地砖看起来挺值钱。钱主管，命比地砖贵。我知道，但也不能全赔进去啊。楚萧，今日之耻，我赤霄剑宗记下了。记账找钱主管，寻仇请预约。继承业务暂未开通，但可以先收定金。九转天宫炉的星盘残片果然在这里。雪莉拿走了星盘，我去追，别追，剑宫快塌了。他既然敢拿，就迟早会露面。等你。星陨剑火归无名剑宗。龙渊剑胎，星陨剑火，无名剑宗真的要用镇宗神剑了，还差一步。剑胎有了，剑火有了，可若无真正气道至宝成炉，终究难以承接。宗主，雪莉拿走的那块星盘与九转天宫炉有关，所以龙渊剑胎还缺一口炉。不是普通炉，九转天宫炉，天宫九转铸剑成宗，那不是炼气炉，是能把宗门气运炼进剑里的气道至宝。我这是检测到员工铁三金血脉异动，资质补全，天宫剑骨，使铁三金与九转天宫炉存在传承关联。好家伙，我还以为他只是个炸炉员工，没想到是装备线隐藏主 C。原来我不是只会炸炉。当然不是，以后你炸的每一口炉都有可能是成功前的必要试错。
宗主，老板，这话听着像鼓励，细想有点费钱。目标明确了，龙渊剑胎想真正成剑，必须找到九转天宫炉。血力抢走星盘，说明血剑门也盯上了他。那就不能让他们先拿到。钱主管，查九转天宫炉最近的消息。怎么了？老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九转天宫炉的消息应该在万宝古城。万宝古城，北荒最大交易城，也是万宝商会的核心地盘。躲了这么久，还是要回去了。下一站，万宝古城。钱多多，你终于要回来了。这就是万宝古城，我感觉这里地砖都比咱们宗门房梁值钱。不是感觉，是真的值钱。九转天宫炉真在这里。目标明确，3日后拍下九转天宫炉残炉。老板，这地方水很深，买东西前最好先别暴露咱们全部家底。钱主管，你好像比平时紧张。有吗？我这是对市场保持敬畏。他这不像敬畏，像倩倩跑路回来被债主堵门。黄主管，不会说话可以少说。他是钱多多，失踪多年的商会少主，他竟然回来了。钱主管，少主，你不是说自己以前只是普通小商贩吗？普通也分很多种普通嘛。堂妹，离家这么久，总算舍得回来了。钱千天，钱千天，万宝商会如今最炙手可热的继承人，那钱多多岂不真是万宝商会失踪少主？放着万宝商会少主不做，跑去一个破宗门当什么主管？堂妹，你真是给万宝商会长脸啊！纠正一下，在我无名剑宗，他不是什么主管，是市场部主管，职位正式，合同齐全，绩效优秀。你就是楚萧？是。下次开口前记得先预约。好一个无名剑宗！听说你们想拍九转天宫炉残炉，那炉本就与我有缘。有缘？万宝古城讲的不是缘，是钱，是资格，是信用。九转天宫炉残炉是本次万宝拍卖会压轴之物，想参与竞拍，必须先通过万宝商会资格审查。然后呢？无名剑宗资产不足，信用不足，宗门评级不稳，按规矩，你们没有资格进入压轴拍卖场。钱千山，你是故意的！这是商会的规矩，堂妹要是不服，也可以按少主的考核流程来。3日内赚到100万灵石，证明你的商业能力，也证明无名剑宗有资格参与拍卖。3日100万灵石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普通宗门1年都未必赚不到。若做不到，九转天宫炉残炉，你们连看一眼都不配。老板，这考核有问题，他就是想逼我们出局。钱主管，怕吗？亏可以承受，赚绝不退缩。那就接。楚宗主想清楚了，万宝商会的考核不是你们无名剑宗那些卖客小把戏。谁说我们只会卖客？3日100万灵石，钱千山，你以为这是羞辱？不，这是给我无名剑宗开了个融资窗口。无名剑宗接下万宝商会考核。好，3日后我在拍卖场等你们，到时候别连门都进不来。钱主管，开项目会。明白。万宝古城赚钱项目正式立项。我倒要看看堂妹离家这些年学会了什么，卖几本破剑谱，还是开几个低端课程？未来收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听着不像卖课，像卖梦。诸位，今日无名剑宗不卖剑谱，不卖木剑，也不卖低端课程，我们卖的是未来。钱主管，这话听着更像骗子了。别急，真正的高手都是先让人听不懂。第一项，宗门战功债券，诸位提前购买，未来无名剑宗弟子在七星剑宫、龙渊剑胚、宗门排位等项目中获得收益后，按比例回兑灵石或修炼资源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投你们，赌你们以后更强。不是投资，我们必然变强。第二项，课程授权分成无名剑宗特色实战剑术，可授权各地武馆小宗门开设分堂，收益按月结算。白芷英主管负责契约保障，所有分成写入契约，违约者赔10倍。第三项，医疗合作凭证，
沈堂主医务堂可为合作宗门弟子提供优先救治名额，限量发放，先到先得。这个有用，我们弟子每年试炼，光医馆都能花一大笔。第4项，装备定制续货。铁三金主管将为合作方提前定制低阶制式装备，价格比市面低30%，后续维修按会员价。不华丽，但能抗揍，坏了还能修。我们买得起的装备还能修？无名剑宗不只服务天骄，也服务想活下去的普通修士。说的好听，你凭什么让他们相信无名剑宗未来一定有收益？凭3样东西：第一，真实流水。这流水增长也太快了，账目清晰，没有假账痕迹。第二，契约保障，所有合作收益皆由契约店担保，无名剑宗违约照赔，合作方违约照罚。第三，宗门潜力。这就是夺下龙渊剑胎和星陨剑火的底气。我投，买1份战功债券，课程授权，我要东街区域。医疗品装备进货，我买。排队，一个个来！无名剑宗信用合作，名额有限，先签先得。这就是融资啊！谁说修仙只能打打杀杀？信用也是资产，未来也是灵石。这楚萧竟能把宗门信用变成资产。无名剑宗不只是会赚钱，他是在重新定义宗门合作方式。不可能，他们1天之内竟真筹到了这么多灵石。老板，首日融资结算完毕，120万灵石。钱主管，你这哪是赚钱，你这是抢钱，还让人排队感谢啊！注意措辞，这叫投资未来。钱少主，资格审查现在够了吗？够。无名剑宗获得压轴拍卖资格。宗主，九转天宫炉要出来了。压轴宝物九转天宫炉坛炉，起拍价50万灵石。就是他。100万灵石，无名剑宗想要的东西，我血剑门也要了。血剑门贵宾出价100万灵石。起拍才50万，他直接翻倍，血剑门这是势在必得啊！宗主，不能让他们拿走，这炉在回应我。钱主管，明白。120万灵石。无名剑宗真敢跟血剑门抢！200万灵石。老板，咱们账面现金只有120万，再喊就是空账。血剑门不是单纯想买炉，是想把咱们耗死。九转天宫炉在你们手里只能炼1把剑，可在我血剑门手里能炼更多东西，比如剑地尸骨。叶无尘，有些东西本就该回到血池里。别在这里动手，他们就是想激你。血剑门想用这炉炼剑地尸骨，推荐血的剑祖复西，那这炉子就更不能让他们拿走。血剑门贵宾出价200万灵石。去，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无名剑宗所谓融资都是空口白话，他们账上根本没有足够灵石。无名剑宗还能加得起价吗？听说他们刚才筹到120万，血剑门真是把他们顶到死路了。我们投的钱不会被他们拿去乱拍吧？无名剑宗贵宾因当前价格已超过贵宗公开现金储备，本拍卖场需重新确认贵宗支付能力与竞拍资格。楚宗主，万宝古城讲信用，若贵宗只是拿一堆虚无缥缈未来收益来凑数，怕是没资格继续竞拍。钱千山，你故意散播谣言！我只是提醒诸位，不要被漂亮话骗了。无名剑宗所有融资契约皆已登记在册，每一笔收益分配、斗付期限、违约赔付皆有法则约束。无名剑宗账面现金120万灵石，真实有效。若要继续竞拍，需追加非现金资产底价，由万宝商会现场评估。没错，我的契约是真的。收益条款也清楚，不是空口白话。契约有效，无名剑宗竞拍资格保留，但若想继续叫价，必须拿出足够底价之物。家主，拍卖场不是你私斗的地方。楚宗主，若加不起价，就别再硬撑。老板，现金确实不够，除非压上更大的东西。
无名剑宗出120万灵石现金，外加龙渊剑台未来铸剑授权一份。龙渊剑台铸剑授权，也就是说，未来龙渊神剑成型后，合作报可获得1次观摩铸剑参悟剑气的资格。仅限1次，仅限名额，不涉及龙渊剑归属。此授权由契约店担保，万宝商会可代持转卖。契约店可即刻立约，授权有效，违约10倍赔付。龙渊神剑若成，此授权价值不可估量。经商会会评估，龙渊剑台未来铸剑授权1次，可折价300万灵石。无名剑宗出价120万灵石现金，外加龙渊剑台未来铸剑授权1次，总整价420万灵石。你们竟敢把龙渊剑台未来收益拿出来抵价！不好意思，我们无名剑宗比较擅长开发未来，继续抬价只会便宜万宝商会。既然拍不到，那就抢。420万灵石等价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成交！9转天宫炉残炉归无名剑宗。我真的能碰它吗？从现在起，它是你的项目了。抢炉，护住天宫炉。抢炉，杀血3000！找死！他们的目标不只是炉，还有铁3000。杀我干什么？我就是个打铁的。天宫剑骨若不死，9转天宫炉便会认主。你必须死！我不行，我从小练气就炸炉，被人骂废物。9转天宫炉这种东西，怎么可能听我的？带不走就毁了它！住手！一个炸炉废物也敢叫？我炸过372口炉，每一口是从哪条裂缝开始炸的，我都记得。想毁炉，你们懂炉吗？他在干什么？是在修炉子吗？不，他不是修炉，他是在让炉按他的方式炸。9转天宫炉第1转残火归炉。这废物竟能唤醒天宫炉！那个炸炉废物唤醒了9转天宫炉。不是他不会炼气，是他太懂残炉怎么炸了。我成功了。铁三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只是宗门炼气师。我宣布，铁三金正式升任无名剑宗装备店主管，9转天宫炉修复项目由你全权负责。宗主，我以前练什么炸什么，没人敢让我碰炉子。那是他们不识货，在我这儿，失败经验也是核心技术。这话听着励志，细想还是很费炉。今日之后，没人再敢说你是废物。天宫剑骨竟真在无名剑宗。9转天宫炉已醒。消息传出去了，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无名剑宗想要的人和东西，血剑人抢不走。宗主，我一定把龙元剑胎练成真正的镇宗神剑。好，装备店第1项任务，把这口炉带回家。别急，我知道你哪里疼。裂纹不能硬补，得先顺着旧纹走。他现在跟炉子说话，比跟人说话还温柔。正常，技术宅找到本命项目了。天宫阁的人，北荒7道大宗，专掌炼气传承。天宫剑骨果然在你身上。前辈是老夫天宫阁长老鲁晨舟，9转天宫炉与天宫剑骨皆属气道正统。你跟老夫回天宫阁。陆长老，一进门就抢人，这不太讲究吧？哼，抢天宫剑骨留在你无名剑宗这种草台班子里才是暴殄天物。你能唤醒9转天宫炉，说明你有气道天命力。回天宫阁，老夫可收你为亲传，给你最好的屋，最整的气道传承。长老亲传啊，多少炼气师求一辈子都求不到。天宫阁真传，如果小时候有人这么说，我大概做梦都会笑醒吧。跟着楚萧，你最多是个什么装备店早管，可到了天宫阁，你会成为北荒最耀眼的炼气天才。铁三金想走可以。老板，他可是9转天宫炉项目核心员工。核心员工也是人，不是炉子的配件。结清当前项目，交接装备店工作，宗门给你欢送。合同里写的清楚，离职自由。你若真想去天宫阁，我不拦你。装的倒是大方，说到底不还是知道留不住人。
我无名宗留人靠的不是锁链。铁三金，你想清楚，天宫阁要的是你的天赋，是你的未来。留在这里，你只会被这些不懂气道的人耽误。前辈，你说错了。什么？你们只是想要我的天赋。老板是真心待我们好。以前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总炸炉，只有宗主说失败经验也是核心技术。以前没人敢让我碰炉子，宗主却把九转天宫炉项目交给我。我不走，我是无名剑宗装备店主管，九转天宫炉修复项目负责人。这个项目我得做完。吓死我了，差点损失一个人才和一口炉。你是舍不得人还是舍不得钱？都舍不得。好得很，天宫剑骨不归天宫阁，反倒留在一个卖客起家的破宗门里，当真可笑。可笑不可笑，不是靠嘴说的。那就按气道规矩来。3日后，万宝古城斗气台，天宫阁与你无名剑宗斗气。你们若输了，九转天宫炉归天宫阁，铁三金也归天宫阁。你把人当赌注？气道世界，强者掌炉，弱者听命，这就是规矩。我接斗气。宗主，我们若输了，九转天宫炉归你，但铁三金不归任何人。他是人，不是炉子，也不是奖品。哼，好，那3日后，老夫妇便让北荒看看，所谓无名剑宗垫背，在真正气道正品面前究竟有多可笑。铁主管，3天时间够吗？够，我要让他们看看，炸炉废物也能练出自己的道。赤炎玄金剑，剑王境以下修士持之，可增3成剑气威力。不愧是天宫阁，一出手就是高阶灵剑。铁三金，让老夫看看你这所谓无名剑宗装备店能拿出什么东西。木剑，一剑护完，你这是斗气还是摆地摊？这些东西加起来，怕是都不如赤炎玄金剑一块剑柄值钱。无名制式装备，第1套安全练剑木剑，可承受剑途径以下全力对练，不伤经脉。第2套低阶护腕，内嵌沈堂主药包，受伤自动止血。第3套可拆卸镇钉，可布阵固定预警回收，散修轻甲，材料便宜，修补方便，普通弟子也买得起。量产后价格比市面低3成，换了还能回宗门维修，老客户打8折。田主管，这是斗气，不是直播带货。老板，流量不蹭，天打雷劈。低端货堆的再多，也还是低端货。斗气比的是气道上限，不是便宜。鲁长老，斗气规则写得清楚，以战场实用为胜，没有规定比谁更贵。斗气开始，双方各派5名弟子入模拟战场，以装备辅助完成战斗、救援、修复、撤离，综合评分定胜负。看见没有？这才叫气道。捕灵丹，快！附接丹在后面，被剑气风暴隔开了。护腕药包准备，镇钉落点3步1枚，轻甲受损的退到2号位，别硬撑。伤口止住了，药量刚好，不浪费。扣上去就行，别整套换，省时间。3号镇钉出发，前方残阵不稳定，绕行。听见没？绕！谁硬闯谁赔镇定钱。3号轻甲损耗2成，8号镇钉回收成功，补劫降还剩6成，很好，战损可控。这些装备单件都不贵，可配在一起怎么这么顺？低阶弟子用得起，还能批量维修，这才是真正能卖出去的东西啊！天宫阁单件零件威力，但续航至天宫阁单件令箭威力上等，但续航、协同、修复不足。无名剑宗制式装备，单件品阶不高，但战场实用，配合完整，成本可靠。此轮无名剑宗胜。荒唐！我天宫阁高阶灵剑竟输给一堆低阶杂物。鲁长老，天宫阁炼器，无名剑宗造体系。这套装备我要预定。我们宗门低阶弟子多，这东西正适合。排队，预售名额有限，装备店刚成立，产能不高，先定先得。很好，斗气赢了，订单也来了。铁主管这一战不但证明了自己，还把装备店打成了爆款部门。原来练气不一定要练神兵，能让人活下来也是一种气道，这才是装备店的价值。哼，弟子赢不算本事，
只是装备再多，也不过是旁门小道。楚萧，你既然敢说九转天宫炉归无名剑宗，那你这个宗主敢不敢亲自试炉？宗主，九转天宫炉还没修复完整，试炉很危险。怎么，无名剑宗宗主只会躲在装备店的弟子后面？怎么又点老板？这帮人是跟宗主本人过不去是吧？楚萧，弟子赢不算本事。你这个宗主若真有资格执掌九转天宫炉，就亲自试炉。九转天宫炉还没完全修复，贸然试炉，轻则经脉轮回，重则神魂被炉火吞掉啊！楚萧敢吗？毕竟不是炼气师。宗主不能试，这炉现在只是残形状态，炉火不稳，气温断了70%，就算是天宫阁长老亲自上，也未必压得住。听见没有？连你手下都知道你不行。楚宗主若怕了，便交出九转天宫炉。老板，这次风险太高了，真炸炉恐怕会炸死你。钱主管，这句话听着很感人，但我怎么笑不出来呢？小子，这炉可不是靠嘴能吹热的。黄主管放心，本宗主今天不吹炉。炼气？我懂个锤子的炼气，我上辈子修个椅子腿都能多出3颗螺丝。系统，这次再不出手，咱俩一起被炼成老板灰。检测到宗门级7道任务开启，可启动 BOSS 统运印特殊形态百宫归宗。来得好，百宫归宗，起！我的天宫文被宗主接过去了。宗主，我的建议给你。炉中杂气，我来进。稳住，必须稳住！这些材料每一粒都是钱。炉火不可外泄，气文不可断裂，契约成立。别怕，我们不是来毁你，是来修你。气文建议，现契约升级。不可能，他明明不懂炼气，怎么能统御天宫炉火？他不是自己炼气，他是在统御一宗之力炼气。无名剑宗的道又进了一步。龙渊剑胎入炉。第一转真的转起来了，龙渊剑胎成型了，还没完全成剑，但第一层剑形真的被练出来了。九转天宫炉第一转，连老夫都未必能做到，他竟然当场做到了。我一直以为老板不懂炼气，可他竟能把我的天宫纹真正点亮，原来我的道在他手里可以这么强。你别抖，千万别抖，现在抖一下气道宗师人设就当场漏风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发动百宫归宗，龙渊剑胎完成第一层剑形铸造，宗门气道威望大幅提升。无名剑宗真的铸出正宗神剑了。陆长老，这炉试得如何？宗盟牌位令到了。正宗神剑出城，牌位令也来了。下一步，北荒八宗牌位战，无名剑宗终于要正式上桌了。我想加入散修堂，听说无名剑宗低阶弟子也能立功。楚宗主，我宗愿与无名剑宗结盟，共同采购制式装备。钱主管，装备店预售名额还有吗？我愿意先付定金。排队，投靠去前台，结盟找法务，装备预售找我。别急，几块山门要赔。别催，装备店刚成立，产能真没那么高。铁主管，习惯就好。咱们宗门现在火了，连木剑都有人想抢。虽然还未彻底成剑，但气息比之前强了太多。有了他，无名剑宗终于有真正的大宗根基。从负债3000灵力到正宗剑天宫炉装备店医务堂市场部全线起飞，这创业公司终于有点要上市的样子了。楚宗主，宗盟总委队通知北荒八宗牌位即将开启，无名宗宗为候补宗门，可挑战八宗末席，若胜便可正式跻身北荒大宗之列。也就是说，打赢排位战，咱们无名剑宗就从候补变正式。不错，但排位战不同于七星剑宫，参战的不只是弟子，还有长老、宗主、镇宗至宝以及宗门底蕴。听起来比七星剑宫还吓人。北荒八宗排位战啊，好多年没看过热闹了。目标明确，参加北荒宗门排位战，争大宗席位。这一次，
我们不是去证明自己能不能活下来，是去告诉北荒八宗席位，我们无名剑宗做得起。短短数月，一个负债破宗竟走到了这一步。父亲，排位战上，孩儿会亲手废了他们。废不够，无名剑宗已经不是小麻烦了。龙渊剑胎星宇剑火九转天宫炉，再给楚萧时间，他真有可能把那破宗门练成北荒大宗。我赤霄剑宗也不想看见一个靠旁门左术崛起的宗门踩上八宗牌桌。玄雷剑宗可以配合，但排位战是宗盟主持，不能明着坏规矩。谁说要明着来？排位战场早有我血剑门布下的暗线，到时只要楚萧入场，便让他无名剑宗当着北荒诸宗的面彻底崩盘。排位战上，你有3件事要做，请父亲吩咐。夺苏流剑骨，杀叶无尘，毁龙渊剑。孩儿明白，我要让楚萧亲眼看着他所谓员工、制度、宗门全都碎在擂台上。无名剑宗作为候补宗门，第一战将挑战八宗末席赤霄剑宗。第一战，无名剑宗对阵赤霄剑宗。上来就是老熟人啊！也好，熟人打脸，宣传效果最好。哼，赤霄剑宗不是一直觉得我们是网红宗门吗？那第一战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宗预备役。这就是北荒宗门排位战，比七星剑宫还吓人啊！七星剑宫争的是机缘，排位争真的是宗门席位，这里输一场，丢的可是一宗脸面。北荒排位战正式开启，参战者不止弟子，也包括长老、宗主、镇宗至宝。胜者上位，败者退席。宗盟记录结果，不干涉胜负。无名剑宗最近风头太盛了，龙渊剑胎、星宇剑火、九转天宫炉全被他们拿了。风头盛有什么用？底蕴不是几场热闹就能补起来的。网红宗门罢了，真上排位战场就知道千年大宗和暴发户的差距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地面还挺干净，不用扫。黄主管，今天您是镇宗太上顾问，不是来检查卫生的。那不还是保洁部兼任的吗？楚萧，你无名宗门一路靠奇招、靠热度、靠几个深藏不露的人撑场面，倒是骗了不少散修。但今日我赤霄剑宗会让北荒知道，网红宗门和千年大宗之间究竟差了多少。宗主，他骂咱们网红宗门，说明咱们有流量。流量不怕骂，就怕没人看。无名剑宗排位战战前战动员，现在开始。战前还开会？果然是草台班子，上擂台前还搞这些花样。第一，本次排位战所有战功翻倍。第二，受伤者医务堂全额负责，丹药治疗、休养补贴一项不少。医务堂已备好。第三，立功者可进入龙渊剑胎下修炼，普通弟子也一样。宗主，我们这种修为也能进龙渊剑下修炼？只要立功就能。第四，战功可兑换高阶资源、装备店定制护具、叶无尘指导、苏流净化护法。所有奖励当场登记，战后结算，绝不拖欠。契约店已备案，宗主违约10倍赔付。白主管，这句可以不用当众强调。制度透明，能稳军心。他们打排位战，奖励竟然算这么清楚。我们宗门受伤还要自己掏丹药钱，普通弟子也能换高阶资源，真的假的？排位战未开，军心已定。楚萧这宗主当得越来越像样了。记住，我们不是来送死的，也不是来证明给谁看，我们是来拿席位的。拿席位！第一场弟子战，赤霄剑宗对无名剑宗。无名剑宗，谁来送拜？宗主，您看我干什么？第一场，你带队。什么？无名剑宗派李狗上？宗主，我是散修弟子首席，不是送死弟子首席啊！放心，按体系的。
兄弟们，看来第一场咱们还是得靠命硬打赢了。赤霄剑宗，你们不是看不起普通弟子吗？那第一场就让你们输在普通弟子手里。一个散修出身的怕死鬼，2个低阶弟子，无名剑宗是没人了吗？看来第一场不用半炷香就能结束。修为差太多了，赤霄3人都是剑士巅峰，李狗剩他们最高才剑徒。这不是比斗，这是送分吧？兄弟们，记住赛前训练，别想着赢得漂亮，咱们只要赢。李师兄，真能行吗？宗主说行，那就一定有活路。跪下！滚！这叫战术位移！雕虫小技！拉！你们敢阴我？擂台规则没说不能绑鞋带。确实没写，规则内操作合规。轻伤，还能撑。李师兄，接！2号方案，拖他下去！有种正面接我一剑，接你一剑我就死了，我为什么要接？这3个人竟然真拖住了赤霄3天骄，他们不是在拼修为，是在拼配合。废物，3个剑士巅峰，连几个散修都拿不下。我看你还怎么躲！李师兄，就是现在！我的灵力，下去吧你！赤霄天骄甲出界！心乱了。又来，好用就行。赤霄天骄出界！李师兄，最后一下，兄弟们战术性收尾。弟子战，胜者无名纵宗。普通弟子赢了，他们真赢了赤霄天骄。弱者也能赢，原来弱者也能赢。宗主，我们赢了，赢得很好。弟子取巧罢了，下一场长老战，我看你们派谁送死！一群废物，竟输给几个低阶散修！少宗主不必动怒，嫡子战不过是他们取巧罢了。第2场长老战，赤霄剑宗赤叶长老出战。剑王巅峰，赤霄剑域。这一场，无名剑宗总该派叶无尘了吧？叶无尘虽然剑意强，可修为差距太大，说不定楚萧要亲自上。黄主管，场地有点脏，麻烦清理一下。不肖，你什么意思？没啥，就是字面意思，说你是垃圾。看个热闹还得干活，加班费可得记上。黄主管长老战加班1次，酒水双倍，你记。无名剑宗长老战派保洁，你小声点，这保洁以前好像扫废过剑王。羞辱本座，找死！赤霄剑域焚天！这要是我上去，估计守得很均匀。黄主管，让老头子帮你去火。什么？出去！长老战，胜者无名剑宗。那可是剑王巅峰啊！
被一扫把扫下去了。扫完了，酒呢？回宗门管够。在我这儿，干什么的不重要，能不能把事做好才重要。扫地的也一样能替宗门争脸。弟子战取巧，长老战靠扫地老鬼。楚萧，宗主战，你敢不敢亲自上？你想看我出手，那你可得站稳了。赤霄宗主要亲自下场啊！剑皇境强者，这可不是刚才的剑王长老能比的。第3场宗主战，赤霄剑宗宗主亲自出战。楚萧，宗主战只能宗主亲自上场。你的弟子、你的保洁、你那些花里胡哨的制度，这一场都救不了你。楚萧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躲！钱主管，宗主真要上啊！对面可是剑皇啊！从成本角度讲，老板亲自上场，一旦出事，属于公司最高级别资产损失。你就不能说句吉利的？宗主，让我替你试他一剑。宗主战规则，外人不得代战。可宗主之前连续动用统御印，消耗还没完全恢复。龙元剑台第1层剑形还不稳，不能强行借剑台之力。若宗主战必战，前2场胜利作废，无名剑宗挑战资格下降。小子，别人替不了你。这一场剑皇境，这不是小打小闹。老黄不能提，叶无尘不能提，苏流也不能提。我要是退了，前面所有赢下来的东西都会被人说成宗主无能，靠手下撑着。怎么，没了扫地老鬼，你楚萧连上台的胆子都没有？无名剑宗再强，宗主若不行，终究只是空壳。楚宗主不会真不敢上吧？对面可是剑皇，换谁都得怕。宗主以前护过我们那么多次，可这次我们帮不上忙。我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剑道强者，可这一路走来，我不是靠一个人赢的，我靠的是这座宗门，靠的是这些愿意跟我一起往前走的人。检测到匪荒排位战关键节点，可启动 BOSS 统御印特殊形态一宗之主。胜利后宗门气运大涨，失败后候补资格降低。好，那就上。宗主，放心，老板可以怕死，但不能怕事。这话倒还像样。楚萧，本座承认你很会用人，也很只会造势，可宗门排位终究要看宗主本人。没了扫地老头，没了叶无尘，没了苏流，你算什么？啊！你问我算什么？宗门法相，这不是弟子代战，这是宗主以一宗气运应战。你竟真敢在宗主战中凝宗门法相！我是他们的老板，也是无名剑宗的宗主。那本座今日就斩了你这个宗主！这就是剑皇境宗主的真正实力。这一剑下去，寻常剑王都得被烧成灰。宗主战，外人不得干预。宗主，系统，这玩意儿要是扛不住，我这老板就不是破产，是直接火化上市了。BOSS 统御印特殊形态一宗之主启动。人工认可度累计完成
一宗之主可统御宗门道运成剑。我的剑意在主动归宗。宗主没有强行借我的剑骨，是在护着他。好小子，连老头子的剑意都敢拿来用。我的契约还能当剑髓，以契约为鞘，宗门气运不散。宗主，城主，我的气文在给宗门之剑助行。我也进去了，不是我这点求生欲也能练剑啊？当然，无名宗宗没有用的人。楚萧，借来的力量终究不是你的。错了，这不是借，这是他们愿意信我。不可能！赤霄剑域被展开了，那不是个人剑意，那是一整座宗门的道运。宗门道运成剑，无名剑宗竟真的成事了。我父亲输了。你不是单纯借力，你竟真能把他们的道融成一剑，竟能把我们的道融成一剑。不是吞掉我们的力量，是让我们的力量都有了位置。这小子有点宗主样啊！再帅3秒，3、2、1，不行，3秒也太长了。系统，你这形态是按命收费的吗？一宗之主维持时间即将结束，请宿主尽快收尾，避免当众腿软。懂了，老板人设保卫战进入最后3秒，还打吗？这一战，我赤霄剑宗认败。赤霄剑宗挑战战，3战2胜，胜者无名宗宗。赢了！无名剑宗真的赢了赤霄剑宗，北荒8宗席位真的要变天了！活下来了，还赢了！老板这次是真厉害啊！精彩，真精彩！可惜排位战还没结束，真正的祭品才刚刚入场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地下有阵。你们以为今日是北荒排位战？错了，这是我血剑门为北荒诸宗准备了多年的祭坛。雪莉，你敢算计我赤霄剑宗？这地下阵纹绝不是一日能成。你血剑门早就在排位战场动了手脚，现在才看出来，晚了。我的剑域残翼，赤霄剑域、玄雷剑，各宗弟子血散修怨念。今日所有比斗产生的一切，都会成为血剑祖迹的养料。血剑门不是来参加排位战的，他们是拿我们当祭品。他契约被抽空了，宗盟排位契约被污染了。血剑门把原本保护参战者的结界，反向改成了封锁祭臣。完了，这比打擂台还危险，这是连观众都不放过啊！血剑门这群疯子！我就是来争个席位，顺便打个脸，怎么又变成献祭局了？血剑门这帮人是不会正常参加活动吗？北荒诸宗，好久不见。血无涯，宗盟排位战场，岂容你血剑门放肆！